朱鎔基卸任後很少再出現在公眾面前，關於他家人的消息就更少。他的一对兒女明明可以靠總理子女的身份风生水起，可现實恰恰相反，两人低調到近乎隱身。朱雲來的名片上只印着中金總機號碼，連自己的名字都不寫。記者採訪他，問他是不是姓朱，他都不願多接話。朱燕來在全國兩會上被記者敲開房門，也只聊幾分鐘就客氣地示意時間到了。兄妹倆在公開场合幾乎從不主動提起父親。這種反常的低調，到底是天生性格還是家教使然？這還得先從他們倆各自的經歷說起。先說朱雲來，他的起步跟金融完全不沾邊。本科在南京气象學院讀大氣物理，後來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拿到了大气物理學博士學位。讀了這麼多年理科，眼看要當科学家了，他卻突然轉了個彎，用不到1年時間拿下了芝加哥蒂博大學的會計碩士學位，從此一頭扎進了金融圈。他先在安達信做高級會計師，後來進入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，做到投資顧問、高級副總裁。1998年回到香港，加入中金公司香港分部，6年後升任中金公司 CEO。在中金，朱雲來還有個科學家半投行的外號，他習慣用數據說話，做什麼都先統計分析，管理風格謹慎，把合規看得很重。他帶着團隊幾乎拿下了當時所有大型國企的 IPO 項目，硬生生把中金推到了国內投行的第一梯队。中國人壽改制上市的時候，歷史虧損是個大難題，外界都不看。朱雲來乾脆自己學起了精算，帶着團隊一遍遍推演財務數據，最後得出結論，公司可以靠未來利潤消化歷史虧損。這個結論幫項目贏得了外界信任。2008年汶川地震後，中金捐建小學校舍，他又自學建築工程知識，親自參與設計討論，反覆強調質量必須過關。工作上他是 CEO， 生活中的朱雲來卻很不 CEO。他常年穿一雙黑色老布鞋，通常下午到公司，經常幹到凌晨。2014年10月，他突然辭去中金 CEO 職務，悄無聲息地離開了。再說女兒朱燕來，路徑同樣不尋常。她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讀完本科和碩士，又去加拿大讀了社會學碩士。畢業後，在加拿大皇家銀行和蒙特利爾銀行做證券，攒下了海外金融市場的一線經驗。1997年加入中國銀行，2010年任中銀香港助理總裁，2013年升任副總裁，同時還是全國政協委員。两會上的朱燕來話不多，但聊到教育卻格外認真。他的政協界別從經濟界轉到特邀界，2014年又主動轉到教育界，理由很實在，教育更接地氣，關係到千家萬戶。他對人禮貌客氣，不太願意拍照，但記者找上門也不會刻意回避。兄妹倆的履歷拿出來，個個都夠硬，頂着總理子女的標籤，卻從不用身份開路，而是靠專業能力站穩腳跟。這種近乎刻意的低調究竟是怎麼養成的？他們背後站着的是怎樣一位父親？由於時長原因，本期視頻分為上下2集，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下集接着講。